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今天我们来讲一期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的案件，部分情节可能会有一点抽象，但小袁保证，这起案件一定会刷新你的认知。为了进一步还原案件，小袁尝试了使用插画作为辅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发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市。2005年夏季的某个夜晚，劳累一天后，劳顿市的许多人相继进入了梦乡。可到了后半夜时，当地911报警中心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一个叫做格瑞·莫雷克的男子表示，他弟弟刚才用枪射爆了自己的头，希望警方派人来帮帮他。这是案发当时的电话录音。My little brother just shot himself in the head. Who am I speaking with? Gregory Morick. How long ago did he do this? God, I don't know, a minute ago. Okay, is he breathing? I don't know. Okay, who's at the house with you? I'm here by myself. Hurry. Okay, I'll get him out there to you, okay? Oh my Don't touch God. anything. 从声音来看，格瑞非常沮丧和慌张。来到现场后，探员看到格瑞正坐在家门口，全身只穿了一条四角内裤。他一只手拿着香烟，一只手拿着酒瓶，整个人非常惆怅和沮丧。戴上手套和脚套，探员小心翼翼走进了屋内。在一个卧室内，一个男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整个头部炸裂，血液溅射到了卧室门边和墙壁上，场面十分血腥。与此同时，在卧室的电脑桌上还有一把保险被合上的沙漠之鹰手枪。这里小袁我要声明一下，我所说的合上保险，意思是说在使用手枪后，将枪支调到不可激发的状态，也就是安全状态。按照正常的程序，探员把格瑞带回了警局，在他心情稍微平复后，警方对他进行了审问。格瑞表示，死去的人是他的亲弟弟彼得，弟弟平时没有和他自己住在一起，而是住在30公里外德州的威希托福尔斯，最近经常过来帮自己修房子，有时候忙过头了会寄宿在自己家中。刚才因为一些事情和弟弟吵了一架，然后弟弟回到了他的皮卡车。他到了半夜，弟弟又突然出现在自己卧室门前，整个人喝得酩酊大醉，一直胡言乱语，自己骂了他几句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像个混蛋。他说着说着，彼得突然掏出手枪，趁自己不注意时对准后脑勺开了一枪，这便有了接下来的事情。警员马上反问格瑞，你们兄弟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呢？格瑞表示，他们两人之所以会吵架，是因为最近他想把弟弟送到戒毒所，让弟弟摆脱毒瘾，做个正常人，可弟弟根本就听不进去。可无论格瑞怎么说，探员坚持怀疑凶手就是他，因为探员发现死者中枪的部位是后脑勺，属于一枪毙命，他不可能在自杀后自己关上手枪保险，还放在1米多外的电脑桌上。再加上案发时屋里只有他们两人，所以凶手只可能是格瑞。可从头到尾，格瑞的说法只有一个，我没杀人，是我弟弟用枪指着他自己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，然后因为后坐力，手枪弹了出来，掉到了自己的电脑桌上。案发后，警方以1级蓄意谋杀罪向法庭起诉了格瑞。格瑞的亲妹妹认为，哥哥不可能杀害彼得，彼得大概率是自杀，因为在案发前的9个月，彼得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沉重的打击，父母因为癌症双双去世，分居的女友也突然去世。彼得一度认为女友的死他负有很大的责任。种种打击之下，彼得日渐颓废，开始用大麻和酒精麻痹自己。妹妹表示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凶手真的是哥哥，那哥哥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杀了彼得对他完全没有任何好处，而且屋内只有他们两人，警方肯定会认为凶手就是他，这完全就是自己把监狱里送的愚蠢做法。同时，妹妹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，她另外一个哥哥麦克此前同样也开枪自杀，也是对着后脑勺扣动扳机，两个哥哥自杀的方式极为相似。事情传开后，街坊邻居纷纷热议，
你说这家人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？这辈子会遭遇这样的事情？家里2个老人双双患癌去世，2个儿子呢又开枪自杀，真是惨上加惨。案发之后，法医对彼得进行了尸检，他们发现除了伤口位置，彼得手中没有明显的伤痕，也没有明显的火药残留物，这说明这是接触性枪伤。而另外，与一般人的习惯不同，彼得瞄准的位置不是太阳穴，而是后脑勺。顺着弹道轨迹，警员尝试复原彼得开枪时的情形，却发现这操作起来很别扭。但试想一下，你自己右手拿着一把手枪，然后举到后面，斜对着后脑勺开枪，这根本就是反人类的操作。况且当时彼得整个人喝得酩酊大醉，那在缺乏专注力下的他，真的有能力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吗？还是用一把长度不短、重量不轻的沙漠之鹰手枪？根据警方的资料，案发时格瑞身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，而在这件上衣中，左肩部分的血滴大小和范围明显大于右肩。根据常识，血液的喷溅距离是有限的，例如误障血滴顶多只能从伤口喷出 0.6 米，而格瑞坐的凳子距离死者 1.8 米。格瑞上衣右侧有这种误状血滴，说明案发时他与死者的距离在 0.6 米之内，也就是站在死者身后，所以彼得的死大概率是他杀。从伤口位置、火药残留物到血溅形态，警方找了3方面的证据，为的就是把格瑞送进监狱。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，那就是手枪保险为何会被合上。格瑞说自己听到枪响后，坐在凳子上的他循声望去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手枪从半空中掉到了他的电脑桌上。因为事发突然，他没有看到枪支落下的具体过程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当时他自己没有把保险合上，而是马上脱掉了带血的衣服和裤子，然后报警求助。根据探员拍摄的照片，当时格瑞还在桌子上放了其他几样物品，所以有没有这样一种巧合，手枪落在桌子上时，他的保险刚好碰到了桌上某样物品，然后被撞了回去。那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，警方就进行了多次模拟实验，可是都没能实现，所以他们就认为保险被合上的原因只有一种，那就是格瑞在开枪之后出于习惯合上了保险。综合全部线索，警方对案发过程做出了以下假设：当晚死者喝醉酒后和哥哥发生争吵，来到格瑞卧室，他把手枪放在格瑞的电脑桌上，这把格瑞吓了一跳。看着眼前的手枪，格瑞心里非常害怕，他心想，如果手枪再被弟弟拿起，那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意外。不怕酒后吐真言，就怕酒后乱开枪。快速思考几秒钟后，在弟弟转身准备走出卧室的那一瞬间，格瑞拿起手枪，并从凳子上起身，对着弟弟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，直接送弟弟见了耶稣。他因为事发突然和本能习惯，开枪后格瑞合上了保险，并且致电911，伪造成自杀的假象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听听格瑞的辩护律师是怎么说的。他辩护律师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警方从头到尾都没有朝着彼得是自杀的方向展开调查，意思就是说，警方先入为主，没有秉承疑罪从无的原则，直接认为凶手是格瑞，这是犯罪侦查的大忌。这句开场白结束后，辩方律师一一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证据。他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，当晚格瑞报警时非常慌张，言语上的用词造句不像是提前练习过。而其二，死者的妹妹表示，彼得曾跟她说过自己想轻生的话语，因为他爱的人接连去世，还说他死了之后记得把他埋在马里兰市。其三，彼得在去世前负债累累，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自杀风险系数远高于一般人。其四，在案发前的几个小时，喝醉酒后的彼得曾数次致电一个朋友，说自己想一枪崩了自己。除了以上证据，辩方律师也专门找了位血溅形态专家。这位专家看了警方的照片后发现，当时卧室内一共有3张椅子，一张是电脑桌前的椅子，也就是格瑞用电脑时坐的那张，另外2张椅子则靠墙放着。专家认为，警方在理论上是没错的，雾滴状血液喷射的距离的确有限，在以往的案件中，
最远的距离也只有 1.2 米。但理论是会随着现实更新的。在本案中，警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，卧室内2把靠墙的椅子都出现了血迹。这2把椅子与死者的距离比死者与电脑桌前的椅子的距离还远，那连靠墙的椅子上都有血液的痕迹，那格瑞衣服上出现的血迹就更加不足为奇了，因为格瑞距离死者更近。那同时，格瑞坐的那把椅子正反面上都没有血迹，这就充分说明枪响时格瑞的确坐在凳子上，那不然这没法解释，除非在宏观上牛顿力学定律被推翻。这2张椅子的证据非常关键，堪称是辩方律师的王牌，但是警方也有王牌证据，那就是手枪被合上的保险。警方一直认为枪支保险不可能会因为撞击而合上，可辩方认为这完全就有可能。对于沙漠之鹰手枪的保险，只需要稍微施压它就会弹回去。为了说明这种可能，律师来到陪审团面前，举着案发当时卧室电脑桌上的物品照片，然后说道：这张图片上的每一个东西都有可能会因为撞击让枪支保险合上，例如鼠标垫、鼠标线、鼠标、键盘或者是圆珠笔，甚至电脑桌也有可能。那放下这些证据照片，律师又举起了一把沙漠之鹰手枪，接着说道：手枪保险开关的位置非常靠近枪支重心，也就是说手枪掉下来时枪管会慢一步落下，这就给保险和桌面物体的碰撞提供了一个机会。那看着慷慨陈词的辩方，检方一脸鄙视，我要再不插上几句，那等下牛都被你吹上天了。检方反驳说，其实他们也考虑过这种可能，甚至也模拟过了很多次实验，可就是没能实现。那为了让陪审团信服，辩方律师现场做了演示，只需要一支圆珠笔，只要角度合理，手枪的保险就能会因为撞击被合上。那要知道，保险开关在枪身上是凸起的，而且当晚死者烂醉如泥，手枪完全有可能因为后坐力从他手中弹出，这就给手枪与桌面物体的相碰带来的可能。说完这个可能性后，辩方律师又补充了几点：一个人拿着手枪对准自己后脑勺自杀，大家肯定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拿枪时会很别扭。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手枪放在后面呢？难道我就不能转下头吗？把头转向左侧，效果就相当于朝后脑勺斜着开枪。那早前死者的另外一个哥哥麦克就是这样自杀的。2008年1月，在经过1周的辩论后，这项引起全美热议的案件即将迎来审判。在听完控辩双方的观点后，陪审团被聚在会议室里进行讨论，对于彼得的死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，陪审团的每个成员依次说出了自己的观点。而在会议室外的法庭，气氛非常的紧张，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。格瑞的辩护律师更是来回踱步，有罪还是无罪 ，Yes or No。3个小时后，终于有了答案。出乎检方意料的是，陪审团最终认为格瑞无罪，也就是说，彼得的死属于自杀。但至于为何陪审团会做出这样的判决，小袁我说下个人的看法。那实际上，整个案件的核心就是手枪的保险。警方认为，手枪从死者手中弹出后，由于碰撞的原因自己合上保险，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，几乎不可能。但辩方律师通过2张凳子的血液证据表明，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。警方他杀的假设都是建立在理论和概率上，可辩方利用一个事实去证明了这种概率的实现，去证明了自杀的存在性，所以陪审团才会认为格瑞无罪。不知道大家认为格瑞到底是无罪还是有罪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